大家好，在今天的隧道创业板块，我想和大家聊一聊多维视角看隧道专业生涯的价值。毫无疑问，我们每一位隧道工程师都善于而且习惯于通过专业知识、技能和经验谋求事业上的发展。但是，如果我们尝试通过对社会和人性的观察，来理解我们隧道行业的现象、业务交往中的行为和发现隧道领域的商业机会，我们也许会看到更广阔的生涯价值新天地。下面我通过一个例子，其实也是一则新闻，给大家提供一个基于事实的寻找市场方向和确定项目运作模式的示范。以上这条新闻来自日经中文网，讲的是日本海外建设协会会长、大成建设公司社长，他相当于中国公司的总裁向川三郎认为，在东南亚，日本建筑企业在登沟隧道掘进等技术领域走在前列，但中国建筑企业不仅当地的营销能力出色，而且带着中国的劳动力来施工。这段话的背景是在东南亚隧道工程市场，欧洲最大的隧道工程公司如意大利公司和德国公司均由于严重亏损而退出市场。目前基本上只有中日韩3个国家的隧道工程企业仍然在当地开展激烈的市场竞争。看到这条新闻，如果我们是隧道企业的市场开拓者，我们至少要看到以下几点：一、东南亚幅员辽阔，地层条件千变万化，日本同行擅长软土隧道施工，而我们中国隧道人在对付各种困难复杂地层和修建超长、超大隧道方面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和长期研究的成果。二、中国隧道企业进入东南亚市场，要尽可能使用当地劳务，教会当地人修建隧道的技术、技能和管理能力。项目负责人更要提高跨文化管理的能力，要善于管理勤奋程度和企业忠诚度都不及中国员工的东南亚员工。日本隧道人进入国际隧道市场比我们早了几十年，在跨文化交流和管理方面，他们确实做得比我们好。我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融资机构贷款给中国修建二滩、小浪底和万家寨等水利隧道工程时，都要求国际照投标。但当时中国政府提出，必须有中国公司和国际承包商联营一起参与国际标工程项目的建设。一些中标的国际承包商，如意大利的 CMC 和 Imbrogiro， 以及德国的承包商等，也积极配合中国政府的要求，招募中国技术人员、现场管理人员和隧道工人，采购中国设备和建筑材料，客观上培养了中国最早一批从事 TBM 施工行业的专业人才和 TBM 装备制造能力。三、日本同行在东南亚走的是整个产业链进入隧道市场的模式。以雅加达地铁、马尼拉地铁和胡志明市地铁为例，他们的银行、设备供应商和设计施工总承包一起抱团进入这些地方的地铁市场。相比中国公司，日本人在国外很少相互竞争，这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四、登沟隧道技术的水平，说到底是隧道掘进机装备的水平。我也承认日本的掘进机装备有它的特长，特别是在异形登沟机、竖井登沟机一体化技术、无竖井隧道技术和小曲率登沟机技术方面仍然走在前列。然而，日本的登沟隧道技术也有它的局限，在应对岩石地层和复杂地层条件，以及在登沟机的使用寿命方面，日本公司是没有任何优势的。特别是日本的登沟机由于安全系数较低，根本无法适应具有很大不确定性的地层。五、他说中国的建筑企业不仅当地的营销能力出色，而且带着中国的劳动力来施工。我不了解他说这话的动机，
但后面一段话对中国企业是不利的，因为外国公司带着劳动力去施工，不是东南亚各国政府除了新加坡想看到的结果。归纳地讲，开拓东南亚登沟隧道市场对顶层的设计至关重要，对新进市场地域必须从外交关系、经济水平、文化特征、技术资源、竞争对手和市场规模等多个领域深度考察，从而制定一条适合自身企业的市场开拓行动路径。好了，希望这个例子能够给中国隧道人带来一些启发。如果大家喜欢这样的话题，就多点赞。我一定会在后期节目中多和大家交流我在国际隧道工程领域积累了几十年的经验和思考。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请大家下周末继续关注白银说税系列节目，让我们下次再见。